现在的电晶体可以做得越来越小，很大的原因都必须归功于这个人。前2集我们提到 Intel 与一众日本公司将 CPU 和 DRAM 发扬光大，开辟了个人电脑市场，全面开启晶片时代。但随着大家继续追求更高的机体电路效能，要如何做出更小的机体电路，却困扰着所有科学家，似乎一下子就撞上了电晶体的发展极限。就在这时候，德州仪器的一位工程师提出了创新的方法，开创了半导体产业最关键的微影制程技术，然后通过微影制程追逐摩尔定律的赛道就此开放。直到今天，一道极紫外光微影制程 EUVL 就足以让生产 EUV 机台的 ASML 占据半导体产业中的关键地位，而一道针对 EUV 的禁售令就足以撼动整个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到底微影制程是什么？它为什么是半导体产业的关键？就让我们来看看那个工程师的故事。他就是杰伊·莱斯罗普。在第6集，我们提到德州仪器的工程师杰克·基尔比，在1958年进入德州仪器后，只花了4个月就做出集体电路，与快捷半导体的诺伊斯一同被认为是集体电路的发明者。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晶片。对德州仪器来说，有个更好的消息，同一年将有一位新同事加入，带来关键的微影制程技术，帮助德州仪器在量产机体电路的能力上快速成长。我们稍微把时间往回转一点，来到1年前，这位关键人物还没加入德州仪器的时候，当时是1957年，杰伊·莱斯罗普还在美国陆军的戴蒙德实验室工作。这个实验室负责开发近炸引信，也就是要让迫击炮可以在目标上方的特定高度引爆，提高杀伤效果。他们想要设计一种包含电容的装置，可以让炮弹在下落过程中，根据大气与地面的静电感应累积电荷，最后触发雷管，引发爆炸。当时还被广泛使用的笨重真空管，显然不适合直接塞进炮弹中。他们理所当然地看上了当时正快速发展的电晶体，希望用电晶体取代真空管。还记得吧？之前我们说过，诺伊斯提出的平面电晶体结构，甚至比基尔比的还要晚，1959年才提出专利申请。所以此时的电晶体显然都还是台面式结构。这些电晶体通常由锗制成，并一层一层的将掺杂不同杂质的半导体向上叠。当然，不是把材料随便叠在一起就好了，就像叠积木，每一块都有特定的形状。电晶体的每一层也都需要再加工。为了雕刻出正确的形状，当时的做法是用蜡保护材料，露出想要进行雕刻的部分，再进行化学蚀刻。这个方法是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中的哈利塞洛所想到的。会选用蜡的原因是，用来蚀刻的氧化性酸液虽然会腐蚀锡和锗，但蜡却可以抵抗这些酸液，因此当酸液被注入，那些没蜡保护的地方就会逐渐被腐蚀，蚀刻出我们想要的形状。有蜡保护的地方则完好如初。这有点像是我们小时候玩沙画的时候整个沙画板上都有贴纸的保护，只有被撕开露出胶的部分才可以被有颜色的沙加工。赛洛的这种做法称为 wax masking， 中文的意思是蜡遮罩。它确实是一个简单有用的办法，但是当电晶体的体积与设计逐渐缩小，就开始遇到问题了。大家发现蜡很难画出精准且细小的图案，尤其蜡的流动性会导致图案的边缘出现误差。图案越小呢，这个误差就越明显。戴蒙德实验室的杰伊·莱斯罗普和吉姆·纳尔在近炸引信的开发上也因此卡关。那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出人意料的是，最后他们找到的解决方案竟然是来自一间专门做胶片的公司——柯达。在感光元件 CCD 和数位相机还没被发明之前，使用底片还是拍照的主要方法。底片上会涂上含有乳化银晶体的乳剂，乳化银包含溴化银、碘化银和氯化银等化合物，都是对光非常敏感的化学成分。拍照时，相机的快门会快速开合，让底片接收到极短时间的曝光。进入镜头的光线会让银离子产生还原反应，让银离子变成不透光的银原子。但是这个阶段的银原子还小得看不见，因此称为前影。
在随后的底片冲洗过程中银原子会在显影剂的作用下催化旁边更多银离子，还原为金属银，并进一步加深乳剂的变黑程度，形成肉眼可见的黑色影像。那些未受光、没有形成前影的区域呢，则继续保持透明。最后，定影剂会溶解这些透明、没有参与反应的乳化银，底片上面便留下负片的图案。在这之后呢，还有负片反转冲洗的步骤，我们就不再深谈。这里的关键是，为了做出更好的照片，例如解析度更高，或是超越黑白，能拍出彩色的照片，柯达投入许多感光材料的开发，对象不限乳化银。而被莱斯罗普看上，可以用在电晶体制作的是一种称为光阻剂的产品。光阻剂在受到紫外光等光线照射后，也会产生化学变化，但重点不是变黑，而是溶解度会产生改变。光线照到的地方会变硬，没有被光线照到的地方则还是原样，可以被显影剂冲洗掉，留下我们要的图案。那么要怎么控制光线照射在哪些地方的光阻剂上呢？他们在每天使用的显微镜中找到灵感。显微镜的作用是把物体反射的光线透过透镜放大。那如果把整台显微镜反转，是不是就能经由透镜把光线集中，缩小在很小的区域呢？这样只要把阻挡光线的遮罩放在显微镜上，再照射光线，就能把相同图案的缩小版本照射在小小的光阻剂上。这个遮罩 mask 因为可以控制光线的进入，现在呢通常被称为光罩。简单来说，这套方法就是把用来保护材料的蜡换成光阻剂，而刻画光阻剂的方法则是利用光罩与反转的显微镜镜片组对光阻剂进行曝光，并利用光阻剂自身的特性来达成如同雕刻的效果。莱斯罗普将这种光印刷的方法命名为微影制成，分别是照片 photo 跟石板印刷 lithography 两个字的融合。微影制成技术很快就在半导体产业大放异彩。这种方法不仅改良了电晶体制造时的精度问题，光照的出现更实现了电晶体的高品质工业化量产。更重要的是，微影制成为未来的晶片微缩展示了该努力的方向。1957年，莱斯罗普和纳尔申请了专利，并且被美国陆军公开表扬，获得了$25,000的奖金。但现在的我们知道，这项发明的价值绝对不只值$25,000啊！而当时的德州仪器、快捷半导体和许多公司一样，也意识到了这点，一场微影制成的竞争就此打响。莱斯罗普和快捷半导体的诺伊斯本来是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物理博士学位的同学，毕业后呢，仍持续保持联络。当诺伊斯得知莱斯罗普加入德州仪器后，他马上做出决断，将莱斯罗普的同事搭档纳尔给挖角了过来。至此，德州仪器和快捷半导体都开始发展微影制成技术。除了向柯达购买光阻剂之外，也各自在光罩的开发上努力。而除了微影制成，两间公司又分别在基尔比和诺伊斯的带领下，成功开发出基体电路。这部分就是我们先前介绍过的故事了。时间往前推进，电晶体的尺寸开始从数公分缩小到数毫米，甚至数微米。微影制成的重要只有增加，没有减少。最擅长制作微影制成设备的，也不再是德州仪器这些半导体研发公司，而是那些更擅长精密光学的公司。例如，在1970年代称霸整个微影制成设备的，是一间至今仍存在、总部位于美国，叫做铂金埃尔默的公司。他们本来就擅长生产军事用的光学瞄准镜，以及卫星与侦察使用的镜头，因为他们能完美的将光线对准图案，因此很快称霸了微影制成。但到了1980年，宝座换了人坐。在当时人还在德州仪器的张忠谋建议之下，一间叫做 GCA 的公司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步进曝光机。这种曝光机可以在晶圆上一格一格的移动，印出一块一块图案相同的晶片。但很快 GCA 又因为公司经营策略上的错误，过度扩张而濒临破产。最后，原本负责提供 GCA 透镜的尼康决定走自己的路。他们逆向拆解 GCA 的步进机，并做出了他们自己的步进机。GCA 的营运失败，再加上尼康做的步进机品质真的好太多了，故障率非常低。最后，尼康在市场上打败了 GCA， 日本企业尼康和 Canon 成为微影制成设备市场上的主要竞争者。10年河东，10年河西，从德州仪器、铂金埃尔默、GCA 到1980年代的尼康和 Canon， 领导微影制成设备的公司不断更迭。
10年后的1990年代，另一头巨狮也逐渐露出獠牙，准备角逐这个重要的微影制程市场。这头巨狮就是来自荷兰的设备商艾斯摩尔。艾斯摩尔的登场与 EUV 的机台开发，将彻底改变微影制程市场的游戏规则。你我现在也常在新闻中看到。但是艾斯摩尔到底是如何掌握主宰？为什么只有他们能做出 EUV 机台呢？记得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我们下集再见。